不学外语你就不是人了，尤其是在你现在住的国家，你在的国家也是，让对方觉得他是一个白痴。所以你自己是不会用人工智能去学习一种语言的。我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最重要的是两点。上次给你讲过，就是这个持续性的学习，你必须得一天连一天学习。另外是营造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这两个方面其实人工智能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在一个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给你做一个语言伙伴，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至少比零好，对吧？然后它也可以帮助你很容易的去做持续性的练习，尤其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例子给他，就是我想要这样的一个练习，然后我给你100个例子，然后你也可以用这100个例子，还有你已经知道的这些内存里面的上下文，你就可以编出来多多少少正确的一些例子给我练习。但是你刚才想让 ChatGPT 给你100个句子，它全都是错的，这也要谨慎一点。 By the way,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your Chines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check out the link below to join Find Your Mandarin Voice to speak and hear clearly in less than 90 days.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给它足够多的输入，它就可以帮你营造一个你营造不了的一个语言环境。但是当然你去目标的国家，比如说学习中文，去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跟这些人在实际的情况下需要使用这个语言，这是最好的学习办法。就算你没有一个语言老师，你也会学习到，因为你不学你就不能活了，是吧？对，所以我觉得他在一个资源欠缺的情况下，我没有一个语言老师，或者我只看我的语言老师每个星期只看一次，那剩下的时间我怎么去学习？我觉得人工智能还是可以起一个很大的帮助。现在甚至还有人我看就是会跟人工智能聊天，然后就是也会给自己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类似心理治疗。然后今天还看到有一个说什么这个也可以让人工智能给自己算命。风水先生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语言伙伴。持续性的练习还有营造这个语言环境，你觉得这个就算是现在的中文学习者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做的比较重要的2个方面是吧？差不多，当然有一个专业的中文老师和同学，然后认真的去做你的功课什么的，这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你没有一个老师，你没有一个教室，你没有同学，那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起的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24小时一直在线上的一个工具嘛，这也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大家的时间安排都不一样，所以只要我能掌握好自己的时间安排，这个人工智能语言伙伴会一直符合我时间的要求，这个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特别好的优点。然后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它作为一个翻译的工具，你感觉目前的这个翻译的水平，我们就说中英英中翻译是不是已经算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我觉得他水平越来越高了，必须得认可这一点，就是他的工作现在做的比较到位，你要表达一些实际的事实，他会给你翻译的特别棒。但是我们也得记得，我们用语言不只是为了传送信息，我们也想表达我们的情绪和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用的词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翻译成意思大概一样的词，就表达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你只能问这个原来想说话的人，或者写这篇文章或者这篇书的人，所以你得去很深的去了解他的情绪和他的背景和他上下文什么的。这种非常专业的翻译工作，我还是觉得人工智能不太做得了。我只会知道这里面的这个事实，但是并不会知道它的语气是正确的。然后语气其实有的时候不重要，有的时候特别重要。
所以比如说我在给你证明一个数学理论，那我的语气可能不太重要。但是我给我爱人写的一首诗，那语气是100%的意义没有任何语气到语气是100%。我们得知道我们在这个 scale 站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采用这个人工智能工具，或者用一个了解两个语言的人，我们得选择正确的工具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学习中文的时候，好像是发现新的自己。我记得对你说过。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几天前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在 Instagram，他们在问一个语言学的学生或者研究生，你觉得如果世界有一种语言，然后大家都学同样的语言，就会好一点嘛？然后他说绝不会，就跟生物学一样的，就是生物学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多元化。他说文化一样的，文化也要多元化才好。文化单调化以后，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的发展。然后语言就是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要做人，你多学外语，自己的文化就会多元化。所以就算有一个人工智能工具能给你翻译所有的东西，所以你没有什么必要学一门外语。但是呢，从一个个人文化发展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不能让一个人工智能工具代替你去了解世界，发展你自己个人的文化的素质和水平。所以我发现一个新的自己，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其实是我在发展我自己的文化。所以从个人发展，我觉得学习外语是必须的。对，不学外语你就不是人了。也不能这么极端的说嘛，因为很多人都是，尤其是你现在住的国家，好多人只会一门语言嘛，你在的国家也是。他们还是人，也不能怪一个人，就是没有这个资源就没有利用这个资源，当然了，但是有机会学习一门外语，我觉得必须得抓住好这个机会，因为它对你个人的发展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你能不能更具体的说一说，你说的这个个人的文化是什么？就它有没有落实到生活里的更具体的一些表现？可能接受的语气在不同的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克罗地亚语说话常常会比较直接，感觉是更生气，就是更 aggressive、更暴力的一种语气。另外的一些克罗地亚说话的人或者萨尔亚语什么的，他们接受这个语言也会接受得了，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语言说话说的比较直接，比较暴力一点，也不会伤害别人。然后如果我用英语说同样的话，那我可能会在互联网被 cancel， 就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完全不一样的对待的这个现象。所以，如果我只会一种语言，那我只能在这种语言的所谓的社会规则犯规的话是有危险，但是可能另外一门语言它的社交规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更丰富的表达我自己，只是要采用正确的语言。中文呢？一方面，我觉得我说中文会客气一点，我不会这么直接的去表达我的意思，更微妙可以说，我不需要表达的很直接，因为这种语言做的工作是更好的。也比如说在英语里面，我当然可以很简洁的说话，但是简洁的说话其实会被怀疑我在隐藏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用中文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我在尊重我的对方，我不需要直接说所有的话，他还能听懂，因为他是有脑子，他是有智商，他是有情商的人。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是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我学习中文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说话很简洁，就像这些很坏的政治家嘛，就是所以我小的时候说英语、说克罗地亚语都是非常直接的。
学习中文以后，看到中国人说话没有那么直接，其实是一种表达尊重的一个方式。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我一直在说直接的，可能是让我对方觉得他是一个白痴，因为如果我不说的很直接，他都没办法理解。我并不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我能理解现在可能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说话也要看需要直接吗？我没有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并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个人文化就是这种开始觉得每一个表达的方式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每一个工具在正确的场合用是特别好，不正确的场合用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你刚才说这个说克罗地亚语的时候会比较暴力，如果直接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可能会伤害到对方的感情。这个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比如说克罗地亚语，常常会听到人直接的问你疯了吗？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个，可能会觉得我想跟你吵架，但是在克罗地亚语，这可能是一个语气，就是表达你让我有点吃惊。中国人并不会这么直接说你疯了吗？可能说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吧英文可能说什么？？Are you all good？就也是啊你没事儿吧？语气表达的轻一点。在克罗地亚语就是 "Yes ili normalan"，其实问题是你到底正常吗？其实直接翻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我的语气是比较轻一点，那我表面的词也没那么不好，就是 "Yes ili normalan"。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直接说你疯了吗？不管你的语气怎么样，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跟陌生人。从 ChatGPT 大概是前年吧，23年开始爆发，有一些中文老师，就在美国的中文老师就开始担心啊，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要被人工智能取代啦？前几天也是看到有学生就是在讨论，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以后可以直接的这个翻译的非常准确，翻译的非常快，那我们学习外语，特别是像如果学习一种差异性比较大的语言，像中文，这个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很多努力，还有没有它的意义？我在那个社群里也是跟学生们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是比较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对中文语言本身的这个研究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多关于中文语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管是语法上啊，然后还是发音上啊等等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的感觉就是还是人工智能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工具，希望它以后不会真的有什么自我意识，然后把人类消灭了什么的。那只要它还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它最终还是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那其实所有这些跟人的本身，不管是这个脑力呀，或者你这个语言，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技术，对吧？就像你不可能人工智能代替你去弹吉他，或者代替你去做什么运动一样，人工智能也不能帮你去感受一种语言，更不要说它背后所连接的那个文化，甚至说是一整个世界，对吧？我也常常会说中文世界怎么说，英文世界怎么样，那其实中间都是需要靠语言去连通的。但是这个语言其实就不只是一个人工智能工具，你刚才说的，它能够传递的信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只有说真的通过我们作为人的能力，然后我们需要去传递信息，但更重要的也是感受啊、情绪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就特别是在现在，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因为去中国的美国学生、美国人真的这几年非常少。毕竟我在美国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中美关系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希望这种民间的老百姓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还是能越来越多。就这个，我觉得对两国的未来吧，甚至说全世界的未来，可能都还是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其实涉及到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学生，我们到底要强调他的哪一个部分？很多人默认的认为，学生的输出是他所生产的产品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并没有那么认为。我觉得学生他的工作是去了解这个世界。跟你刚才说的，我不能让一个人工智能算法代替我去了解一个东西，因为了解是一个
个人的一个现象，就是需要在我自己的脑海里就是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只强调的学生的输出，你写的文章好不好看，那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会一个专业的作家给钱，然后让他写我的文章，然后我给老师看，你看我的文章多好。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不好的？这个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了这个文章的存在，而是为了你发展你自己写文章的能力。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学生的个人发展，而不是他们的生产能力，因为他们了解完了以后，他的生产、他的输出自然会好一点。而且在一个一直在改变的世界上，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调一调他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他只学会了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一旦失效，他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去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重要，自己去学习任何东西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控制你对世界一个一直在改变的世界，你对它的反应。发现我用这个语气是错误的，我可以在想我对语言的了解就调一调，然后下次就不会这么直接的说这么得罪的话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想到学生和想到专家，我们强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学生要了解是他们的过程非常重要。一个专家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我们关心的是他有没有解决，过程是你随意的，只要过程利大于弊。但是学生，你的生产就是你的输出再糟糕，我也可以很开心，因为我能看到你的过程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知道到了关键的时刻，你不会有糟糕的输出，因为你已经犯过这些错误，你已经积累了这些经验。更不用说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就是你可以想，我个人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我单独一个人到底能完成多少事？其实很少，我们得和别人合作才行。就算是跟一个计算机，我跟人工智能单独做一些事情，好像我在用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我是跟历史上无数多的人交流，就是间接的，但是我们数学是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然后计算机的都能发展到一个地步，都是因为人与人的合作，然后用这个合作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功了。所以我们也得强调，就是我们能够跟更多的人更有效的去交流，我们能完成的事情就更多了。从这一方面，学习外语也是更关键的。哇，最后这个高度一下上去了。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发展到现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啊，就放弃掉自我发展、自我成长、自我进步的所有的机会。然后学习外语一定是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谢谢米满国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或者对于这个米满国他的中文学习的经历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大家在评论里面问我们。然后也希望很快有机会，我们可以请米满国再回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拜拜。